提到赏金猎人，一般想到的是撸啊撸、DOTA 或者星际牛仔，还有就是这个金砖组抽到的赏金猎人波巴菲特。金砖组计划造一艘全副武装的赏金猎人飞船，作为场上唯一一个非正非邪的角色，也是最难做的，所以金砖组选择了暗红、灰色和绿色，组成了中立邪恶的象征。金砖组的老哥完全是在享受比赛，比起外观上的酷炫，他们将更多时间花在了设计可玩性上。不光做了武器系统，将飞船做成像饭盒一样的2层，船舱内部也都装修了一遍，就像真正的乐高套装一样。崇尚金钱、心狠手辣的赏金猎人波巴菲特驾驶着他的飞船，穿梭在银河系，搜寻着下一个目标。打开飞船，可以看到飞船的控制室以及监狱的牢房里关着的帝国军和起义军。从技术角度看，这一艘飞船各个方向都有向上的凸点，这是其他组的飞船没法比的。估计评委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冠军就已经有答案了。And that's why you're going to finals week. 赢下了这场比赛，意味着金砖组下一期不用参赛，直接快进到决赛周。但决赛周不能用金砖，所以金砖组也将成为乐高大师中唯一没有去使用金砖的队伍。Drop the gun. 下一期水下搭建。Underwater build. Underwater build. Drop the curtain. 经历了前面的悬空搭建、桌底搭建，这一期节目组终于下海下水了。如果将搭好的乐高模型扔进水里，会发生什么？主持人做了个实验。Wheel. What's your feel? Sink or float? Float. 轮子沉到水底，如果是北极熊拿着轮子呢？ I reckon it'll sink. The bear is buoyant. 如果利用这一点，能不能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剧情效果呢？夫妻俩准备做章鱼守护海底宝藏的故事。到了比赛后期，他们厉害的造型能力已经成了基本操作。他们给藏着金币的宝箱打了几个洞，好能让宝箱在水里开启，慢慢释放箱子里的所有金币。海盗的帽子也会浮在头顶，画面感有了。接下来就是见证效果的时刻。Oh my gosh, this is so cool. 模型进入水中，宝箱成功打开，宝箱后面缓缓地升起了2只剑鱼。His hat's caught. Hamish, you're going to have to go under and rescue the hat. 独眼海盗和章鱼都手持武器，剑拔弩张，只不过一个拿的长剑，一个是剑鱼。光的波纹照射在章鱼头上，章鱼看着2把剑交汇的地方，就好像是大片的定格画面。用剑鱼和剑打斗这个想法成了故事的点睛之笔。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主角章鱼的位置太靠后了。It looks awesome underwater. Well done. Thank you. There's a lot of stress that's just gone. 正常人展示乐高都是放橱窗里，而乐高大师是直接扔鱼缸里。好看是好看，就是有点费主持人。提到水下城市，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亚特兰蒂斯。能驾驭这个难度的，场上估计只有长发老哥组了。一向喜欢整活的他们，在亚特兰蒂斯中加入了一只大螃蟹，故事变成了一个巨型螃蟹，背上背着一整座城市。一个崇拜螃蟹的沉默文明，失落的谢特兰蒂斯诞生了。不过从螃蟹的颜色确实看得出，这个文明已经死了。搭建过程中，他们又想加个带有蟹钳的潜水艇进去，营造一种现代探险偶遇古老文明的微妙感。12个小时后，谢特兰蒂斯的秘密即将揭开。Take it to the bottom. Suspense is killing me. Come on, Crustaceous. Oh, there he goes. 宫殿门口的战车和后面的潜水艇都成功浮了起来。看到这，我就知道长发组稳了。潜水艇在探险中遇见了一座遗址，这正是失落的谢特兰蒂斯文明，长久以来静静地伫立在深海之中，周围都是信奉螃蟹之神的子民们。整个作品最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帝王蟹，做得太逼真了。I'm not sure how much experience you've got looking at giant crabs, but the little pincers, the little hands at the front going into the mouth, things like that, it actually looks great. But hopefully, Crablantis will help us pinch a spot in finals week. 除了乐高拌饭，这一期乐高泡水也是再一次刷新了我对乐高玩法的认知。为了和夫妻组前面那个八爪鱼区分开，金发组他们选择做大王章鱼，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这一次他们计划做潜水员在拿珍珠时被章鱼缠住的画面，因为他们的大王乌贼做的巨大，砖块的重量让模型难以固定在底板上，他们花了1个小时才勉强稳定住。来和夫妻组的对比一下，我个人投小夫妻1票。So stressful. 然而就在模型进入水中的瞬间， Looking good, but then the squid actually rips off. There's something breaking. And if that whole squid comes off, we are done. 真是服了金发组的运气。脱落的大王乌贼完全只挂在后面的栏杆上，顽强地坚持到了评委评判阶段。
微微浮起的大乌贼让它看起来更像在水里。潜水员穿着一身老式潜水器，当他正要拿走蚌壳中珍珠时，被赶来的大王乌贼缠住了。潜水员的嘴做的实在不好看，表情也有点奇怪，但还好其他细节补齐了不足。潜水员的眉毛其实是热狗零件，衣服上的十字纹是用齿轮交叉出来的，只能说金发组无论是技术还是运气都很巧妙了。